根据以上的分析，被盗文物就在这条船上。唯一没有把握的是，这批货究竟是被盗文物的一部分，还是全部？现在货已上船，他们绝不会耽误得太久，随时都可能弃锚离港。林红磊，谈谈你的看法。总的来说，感觉不好。这案子破得太容易了。是有点出人意料。下一步你想怎么走？我还没想好。要是让我来决定的话，我大概会放他们走。你的意思，他们在试探我们？我什么没说，这是你的意思。任局，就算他们在试探通道，我们也不能轻易的放行。万一船上有个1、2件的被盗文物，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谁负责任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国宝流失海外，那么国家的荣誉将会受到伤害。这是个实际问题，但我还是不相信他们会如此轻易的出手。如果决定采取行动的话，我个人投反对票。我跟赵局长商量了一下，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采取行动。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啊！我们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就这么定了。郑外决，先说说你的方案。我们有2个行动方案。方案1，所谓贵老板一同出海，那全部文物在船上的可能性非常之大。为避免意外，我们将在码头上采取行动。方案2，贵老板本人不出海，那我们将在海上采取行动，同时严密监视他的所有活动。54号，注意，目标接近预定方位6号明白，6号明白。报表注意，据可靠情报，贵老板没有上船。可以肯定，贵老板不在船上。我们请求执行第2套方案。对，我们有把握。好的。哎，要不要体验一下高速度的感觉？好啊，走。小春啊，让小文指挥吧。啊，好的。哎，猜猜结果如何？我不猜。我知道你肯定希望自己说的是错的。各舰注意，目标已到达预定位置，开始行动。5分钟前就开始行动了，到现在还没有进一步消息。官场在这儿等，给我到部去。是。
猜。该有消息。怎么样？什么都没有，到那边看。阿 Sir，这回您的奖金没有了吧？闭上你的臭嘴！小郭，把船带回去。从货物上船之后，这条船一直在我们的严密监视下，可居然蒸发得一干二净。我明明看见他们台上的船嘛。现在唯一线索就是桂老板了。哦，我的人盯着呢。昨天从码头回来以后，他就一直没有离开家。你可得把人给盯紧了啊！别一眨眼又让他们给蒸发了。一直没有离开。对，不对，小振，马上通知你的人。这。看来啊，从码头一回来，他的使命就结束了。低级错误。弱智。说谁呢？说谁？说我自己呢。是你给我打的电话？老板要见你。老板？我认识的大小老板嗨了去了。这个你认识吧？哼，这世上真有扔都扔不掉的钱。哎，那桂先生呢？死了。什么？死了？怎么回事？你应该问下一个是谁。你开我开。别把自己真当成神探，我们也是凡人。我们的对手也不是神。这是什么鬼地方？老板在这儿。老板呢？你瞎了。老板怎么称呼？老板。老板，失敬失敬，我还有点小买卖，我搞错了。我们老板从不强人所难。送客。哎，这是怎么回事？别误会啊！松开他！有这么做买卖的吗？我一向都这么做买卖。这强扭的瓜不甜呐。哼，正好，我不吃甜食，我在瘦身。
看来你真是老板了。怎么样？还是一无所获吗？啊？哎妈的，就差把船拆了。头来了啊！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啊，是不是我们的思路出了什么差错？比如说我们看错了船，比如我们看花了眼，是不是？别人不相信，还不相信自己啊？货肯定上船了。我是说啊，就算是只空箱子，它总该有个尸体吧？你说是吧，涛？我就不信他们能把货扔到海里面去。你别说，还真有这可能。你当拍电视剧，要不是吃饱撑的，要不就神经病。哎，兄弟，你不要忘了啊，神经病和天才之间就有一步之差。你有论。哎，现在呀，罪犯特别狡猾，行为违背常理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可以顺着合肥的思路去想一想嘛，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头？哎，喂，头，问你话呢，你干嘛呀？啊？涛龙，你把人的思路打断了。你们刚才说什么？没有，没说什么。说好，走，走，来。你看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这大概是个机关，分不大清楚。反正不少船上都有这东西。哎，对了，你们刚才说什么呢？这么热闹啊？给我讲讲铁棺材。这铁棺材啊，其实不是棺材，就是密封的铁箱、铁桶什么的。道上人都这么说，不知道为什么。你能不能把这玩意儿收起来呀？船长先生不喜欢这种杂耍。你接着说。比方这是船，这是铁棺材，用一根钢缆连着拖在水底下，船尾部安一个机关。如果没事，到了地方卷扬机吊上去；如果遇到事，一动机关，钢缆立马脱扣，铁棺材就到海底睡觉去了。那还能找回来吗？这可不好说。这么说吧，这得看船老大的本事。这海流，这方位，还有这水深，那学问多了去了。去年有条船，不就……那你的本事呢？我，哎，实话说吧，这事儿干过几回。要说费事儿，真挺费事儿。痛快点儿，你就说干得了干不了吧。老板，这活儿谁也不敢说十拿九稳。十拿九稳可不行，我要的是万无一失。这就难办了。不难办，我找你混老大干嘛？道上的朋友都在说，前2年你有几单生意干得不错嘛。那都是道上的朋友抬举。其实啊，老板说你干得不错。那是不错不错。价钱好说，只要活好，我给你买条新船。龙哥，光是这药材，汤里面我就放了10几种，帮你喝了1碗，还想2碗。我去看看。先问问是谁？谁呀？是我找阿伦。他不在，你是谁？我姓林，我是他朋友，我知道他在。好像是力哥，别怕。哟，真的是你啊！行。嚯，好香啊！怎么着？怕我吃你们的啊？哪儿的话？幺妹你好。那你们谈吧，我出去了。他这人呐，就这脾气，凡是找我的人，他都没有好脸色，也难怪没有几个正经人来找我。对不起，邻居，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来坐。好。哎呀，这也不能怪他，坏人有的时候也很像好人呢。哎，对了，邻居，你是怎么摸到这儿来的？你忘了我是干什么吃的了？嚯，这味道很香嘛啊！哎，邻居，你没有派人盯着我吧？没有。
也许我是神经过敏，这几天我老觉得有人盯着我。你说具体点儿。也许是我太紧张了，也许是幻觉吧。来，邻居，盛碗汤喝。好吧，搬家。这个胡老大从来没有固定帮手，不定什么时候拉上2个人就出海了，少说有5、6个了，个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都说胡老大干完一趟活，就把跟他的弟兄给做了。那就想办法让他找上你。邻居，你还不了解我，我实在不是块当好汉的料，我怕死着呢。人都怕死，我也怕。要搁过去，我也就豁出去了。可如今我有了幺妹，也好。阿伦，我答应过你，为你安排好一切善后事宜，包括幺妹，我会尽快安排好的。你等我消息好了啊。那案子呢？再想别的办法吧，你就不用操心了。哦，对了，今后不管走到哪儿，无论干什么，先要摸摸自己的心口，要对得起自己，也要对得起别人。我走了。邻居，我送送你。啊，不用了。办喜事的时候啊，别忘了给我个信儿啊。跟幺妹好好的过啊。老板，打个电话。文哥，饭凉了。怎么，文哥？那个力哥一走你就六神无主的，是不是？你别胡思乱想的，没事儿。幺妹，你不是说要跟我离开这个地方吗？告诉你，我们就快要走了。真的，文哥，你没骗我。我骗谁也不能骗你呀，你就收拾东西吧。这破房子，再见喽。来吃饭。哎，你上哪？我去打个电话就回来。我们敲希望的钟啊，多少祈祷在心中。什么事儿？说吧。
这里不方便，我们就这里说吧，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老大，我想借你的船出趟海，随你开价。借我的船，你的船呢？这你就别问了，我自有我的道理，你借不借吧？你翅膀硬了，敢跟我这么讲话？你借不借？不借。好，算我没说。小姐买单，都算我的。慢，阿伦，老大不想挣你的钱，倒想让你挣一点钱，很多的一点，够你买条新船的。喂，是力哥吗？我是阿伦啊。你托我买的货有消息了。阿伦，谢谢你啊！我真想不到你会。没别的，我就冲你邻居，你有情，我不能无义。问姚美好。哎，邻居，能透露一下吗？到底有多危险呢？确实很危险，不过我们会采取保护性措施的。是毒品吗？比毒品更严重。珍贵文物？极其珍贵。明白了，再见。保重。这个人可靠吗？没问题。可以转弯了。向哪边？左舵20。好嘞，左舵20。你熊老板怎么说我就怎么干，一切为您服务。我不是老板。谁给我钱，谁就是老板。我讨厌多嘴多舌的，抛锚吧。阿伦，抛锚。看样子他是在定位。定位？能肯定吗？能肯定。我看见他在用仪器观测不同角度岸上的目标。还有什么？还有，哦，混老大在船上新弄了个厕所。厕所？他船上本来没这玩意儿。哎，老大，什么时候安了个厕所呀？船上又没有女人，谁闻那味儿啊？嗨，到时候就有了。有什么？废什么话呢？起锚，开船。好嘞，起锚，开船。后来船没再停，一直往公海开。我心里没底，问混老大上哪儿，他看上去也没底。后来就看见那条船了。看得出来那船是哪儿的吗？那哪看得出来呀？不过肯定不是我们中国的，至少不是我们大陆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敢进我们中国的领海。以你的猜测，那艘游艇在那儿是等你们的？我想是的，邻居，我估计他们是想在公海交接货物。他们要在公海上交接文物，这几乎可以确定无疑。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文物到底在哪儿？有2种可能：一，文物根本就没上过船，上次完全是我们自己判断失误；二，我们判断基本正确，文物也上船了，但是我们没有发现文物的下落。哎，别开小会啊！有什么话放在桌面上讲。头，我说2句。我觉得文物确实已经不在岸上了，至少一部分已经不在岸上。还有一点可以确认，这个文物至今还没有出境，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这样频频试探了。请注意啊，
我们现在已经排除了2种可能，现在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那就是说下去。你们还记得上次合肥说过的话吗？我就不信他们能把货扔到海里面去。你别说啊，还真有这可能。当时我只觉得这个思路挺新鲜、挺大胆，可现在想想啊，不仅大胆，还很现实。你们想想啊，根据线人的情报，他们在做海上定位，那么这个位置意味着什么？还有，上次被蒸发了的货物到底跑哪儿去了？我想极有可能就在这个位置的下面。这就对了，船尾盘那玩意儿有答案了，那很可能是个机关。平时呢，把货挂在上面牵着，需要时就来个大撒把。我原来听一个走私船老大说过什么铁棺材，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铁棺材。要是大家的推断没多大出入的话，那这所谓的铁棺材很可能已经躺在海底了，而且被蒸发了的文物就在这铁棺材里面。现在只有2个问题暂时不清楚。问题1，所谓的铁棺材是否会沉在他们的预定地点？问题2，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他们打捞铁棺材的具体行动时间。说说你们的方案。让他们挂上铁棺材，我们在海上采取行动。这个方案的优点是人赃俱获，缺点是风险大了点，一旦失手，我们将前功尽弃。有必要冒这个险吗？有必要。线人所说的停在公海上的白色游艇，肯定是国际走私集团的母船无疑。如果能够抓获他们，就可以按我国的法律制裁他们。当然了，这前提是在前段行动中必须干得干净利索，滴水不漏，不能走漏一点风声。海上行动难度大，罪犯使用的又是铁棺材，如何接近渔船是个最大的难题。按照你们的介绍，罪犯举手之劳就可以把铁棺材抛进茫茫大海，后果难以想象啊！赵局长，你说呢？我是这么设想的：如果我们在岸上采取行动，一举控制局面的把握是不是更大一些？然后突击审讯，弄清铁棺材的方位，在我们的控制下进行打捞。这个过程太长，公海上的接应游艇随时可能得到消息，有之打击。你们的问题就在这里，同志们，不要好大喜功。我们能给国家追回被盗的文物，这是第一位的。至于能不能抓获国际走私集团的母船，那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不应该成为我们现在考虑问题的要害。局长，那万一罪犯死不提供方位数据呢？我们的国宝不就变成泰坦尼克了吗？我想，我们绝对不能把希望建立在犯人口供的基础上，那就太被动了。啊，不好意思啊，有点冲动。这有什么？讨论问题嘛，拍桌子都可以，是不是国官？还有一点，在岸上行动很容易走入风声，一旦如此，我们的线人身份就会暴露。这么大的案子干得如此周密，肯定是境内外黑社会势力相互勾结。一旦线人暴露，肯定会遭到黑社会的追杀。当然了，跟国家利益相比，个人就太渺小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嘛。作为海关官员，我随时可以献出一切，乃至生命。但是，请原谅我，我不能要求，也没有权利要求我的线人去冒生命危险。我答应过他，我必须保护他。他完全可以退出，他已经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他明知凶多吉少，他还是去了。要不我们先把线人撤回来？线人不能撤，撤回等于暴露，这样我们所有的计划就全部落空了。这样吧，给我们点时间，我们研究一下。哎，国官，国官，您不是说我办的案子我负责吗？没错，是由你来负责，但不等于完全撒手啊。万一出了纰漏，我是怕你的肩膀担不下来。国官，
混老大通知我，明天他要换个码头。他说哪个码头了吗？他那么鬼，不可能跟我说的。你放心，我们会派人盯着你。哎，力哥，你说句实话，像我这号人，要是这百十斤搭上了，能算个烈士啥的吧？不能。我这么一说，你别当真啊。上船以前，去看看幺妹。老大，一条船上就咱俩，敬人家的人，要知道这样，我可不来了。兄弟，认命吧。啊，回来了，怎么样？决定了。 A 方案。 A 方案，马上准备行动。 Yes。开车，开车，坐我的车，快点！你们几个快点！刘军，我求你帮个忙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公事私事？你帮我办个户口。没问题，全力以赴。拜托了啊！走。 到地方了，让他们下水。是。老大，什么货这么神秘啊？兄弟，你问的太多了吧？ John, why my son don't call you? No mercy. My son is very clever girl. So she understands. Mobile phone is not good for our business. And we cooperate so much time. But this time must be best. 老板，挂上了。弟兄们，事成之后我亏不了你们。听到了，老板说了，亏不了你们。哎，谢谢你，老板。 胡老大，后边那船怎么回事？扶着。嗨，出海的渔船，没事儿。老板，没事儿，是条渔船。只要我这么轻轻的一按，价值连城的国宝。 没了。
离公海还有多远？快了，用不了1刻钟。老板，要不要加速？我们是出海的渔船，又不是快艇，就这么走。就这么走。渔船注意，严肃，开始行动。老大，停不停？人都上来了，还不快停？谁说是渔船？那是什么？是缉私艇。死人！借官不由己。阿伦，你醒醒！阿伦，好，能看见他们了。船长，告诉他们支持他们赢，再向他们微笑了。哼，让我跟你们合作。最后的机会，你的。哼，你失去这个机会了。我们见过。不记得。你的车开得不错，有机会再领教领教。没机会了。有。你是谁？林红利，缉私要案组组长。你有多大权力？那要看你怎么合作了。他们让我们过去。狡猾的中国人，他离我们多远？1500码。那我们离中国海多远？250码。假如说我们要很快离开中国，需要多长时间？50秒。进入中国海。我知道，这是我最后的机会。船长，打车，打车！混蛋！别动！你找死啊！死刑和死缓对我有什么区别？对你已经没有区别了。便宜那小子了。总有一天，除非他不再来中国。再见。
啊，再见。多保重啊，多保重。再见，杨梅。再见，再见。一路平安，谢谢。林局，合作愉快，后会有期。后会有期。随便问一句，探长，你现在还喜欢那个美国神探吗？我现在比较喜欢一位中国侦探。哦，不会是我吧？那就是我啊，是你自己。好了，再见。再见。我林红丽，小春呢？好，我马上回来。别愣着了，又有新案子了。抛开所有伤悲，英雄不言悔。岁月擦干英雄的泪，笑迎雨打风吹。英雄有泪洒向我们，酸甜苦辣爱一回。祖国不忘英雄的泪，爱在东西南北。所有的心，所有的爱，一生一世与你一起飞。东西南北，所有的心，所有的爱，一生一世与你一起飞。